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只是拿一包普通的感冒药，可能就会把肾脏害得差点报废。王贝贝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只是去诊所拿一包综合强效感冒药。3天后，他不是在家舒服的睡觉，而是躺在急诊室，全身插满管子，尿一滴也排不出来。家属在诊间外哭着问医生：“他只是想要止鼻水，怎么就变成要洗肾了？”其实王贝贝本身是慢性肾脏病第3期的患者，平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，但短短72小时内，他的肾功能从肌酸酐 1.7 突然飙到 8.5， 这不是慢慢老化，而是医学上说的急性肾损伤，简称 AKI。今天我们要用门诊最真实的案例，揭开肾脏工厂为什么会突然断水断电的秘密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能在黄金时间抓到凶手，你的肾功能有机会完全逆转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很多人以为肾脏坏了就是坏一辈子，其实不然。急性肾损伤就像工厂突然停电大宕机，而我们医师就像侦探，要冲进现场找出问题。判断其实很简单，大家不用背一堆数字，只要注意2件事。第一，速度。如果你的肌酸酐在2天内上升大于等于 0.3 毫克每分升，或7天内上升到原本的 1.5 倍，这就是红色警报。第二，尿量。以一位60公斤的大人为例，只要连续6小时，每一个小时的尿量都不到大约30 cc， 大概只有1/3瓶养乐多的量，在医学上就已经符合急性肾损伤的警讯了。而造成问题的凶手常常藏在3个地方：上游没水，中游滤芯坏掉，下游水管堵住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门诊最常出现的6大嫌疑犯，看看你或家人是不是也正悄悄踩到雷区。第6名嫌犯，尿路阻塞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家的排水管堵住，楼上的废水一直排不下去，最后会发生什么事？没错，整间房子可能就会被淹没。王贝贝的故事就是这样，他在门诊抱怨：宽宽医师，我感冒那几天，肚子胀得有点难受，尿尿还要站很久才会出来一点点。其实元凶就是那包综合感冒药里的抗组织胺。对很多攝护腺肥大的大哥来说，尤其是第一代的抗组织胺，抗胆碱作用很强，容易会让膀胱肌肉放松，也就是抑制逼尿肌收缩，造成尿液滞留在膀胱里面排不出去，压力一路往上冲回肾脏，造成肾积水。肾脏被尿憋到受伤，功能就会断崖式的掉下来。小提醒：如果你最近尿尿变细、下腹胀痛、排尿困难或单侧腰部莫名剧烈疼痛，请立刻来诊间扫个超音波。如果阻塞管路一通，肾功能往往在几天内就能奇迹似的恢复。第5名嫌疑犯，显影剂伤害。很多检查需要打显影剂，像是心导管、电脑断层或血管摄影。医师会说，如果不打显影剂，看不到血管或器官，救不了人。然而对肾友来说，显影剂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举一个心肾纠葛的故事，林阿姨因为心肌梗塞做心导管，心脏血管通了，救回来了，但肾脏却被显影剂伤到。显影剂会让肾脏的小血管收缩，滤芯也就是肾丝球会缺氧，造成肾脏的损伤。此时显影剂就成了必要之恶。小提醒：医师不是要吓你，如果肾丝球过滤率低于30，检查前后多喝水就是保命符。就像稀释毒素，水喝够了，显影剂就能快快排掉，不会留在肾脏捣蛋。第4名嫌疑犯，非类固醇抗发炎药 NSAID， 这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也最心痛的嫌疑犯。张大哥痛风发作，不想请假看医生，就去药局拿一种1颗见效的强效止痛药——非类固醇消炎药 NSAID，
最坏的地方是会掐住肾脏的入水管。想象肾脏是一台水车，需要大量的水才能运作。这类止痛药会让水管缩小，如果你水喝不够，肾脏就没有血流进去，直接会罢工坏死。尤其肾功能掉到60分以下，消炎止痛药真的要特别小心。说回开头的王贝贝，他吃的综合感冒药其实同时就含有 NSAIDs 消炎止痛药和抗组织胺，再加上脱水，才会导致急性肾损伤这么严重。小提醒，很多人会问，那如果真的痛起来该怎么办呢？记得一般普拿疼对肾脏相对安全，如果一定要用强效的止痛药，请务必要先咨询医师再使用。第3名嫌疑犯，肠胃道出血。如果说没喝水是上游断水，那肠胃道出血就是家里自来水管破掉了。我曾经遇到一位老先生来门诊检查时，脸色惨白，走路都要有人搀扶。家属说他这几天没力气，不想吃饭。一查肾功能，肌酸酐从1.2飙到4.5。我问：阿伯，你大便最近是什么颜色呢？他想了好久，说黑黑的，像芝麻糊。我以为是吃坏肚子了。危险就在这里。肠胃道出血不一定会肚子疼痛，也不一定会吐血，血一点一滴流失，总血量下降，肾脏血流不足就会急性肾损伤。小提醒：如果你有在吃消炎止痛药或抗凝血药，每天要注意大便的颜色。如果大便颜色变黑、很油，像沥青一般，请立刻就医。这不是吃坏肚子，而是肾脏的警告。第2名嫌疑犯，严重感染与败血症。李大姐因为流感并发肺炎住院，血压降得很低，身体调节机制下，血液优先供到大脑和心脏这些重要器官，肾脏被牺牲，细菌毒素还会直接攻击肾脏的细胞，这就是败血症引发的急性肾损伤。小提醒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常提醒大家要记得打疫苗。预防重症流感和肺炎其实就是间接护肾，不要小看一次高烧或感染，及早就医才是上策。第1名嫌疑犯，严重脱水。我真的觉得最冤枉，也最容易预防，却也最常发生的原因。陈奶奶夏天去旅游，汗流浃背，却不敢喝水。听邻居说肾脏病喝水会水肿，结果流汗加上拉肚子，陈奶奶身体干到连一滴尿都挤不出来，发生急性肾损伤。慢性肾友的肾脏调节能力比一般人差，一般人脱水时，肾脏会赶快浓缩尿液，肾友的肾脏却无法有效的浓缩尿液，即使已经渴得要命，肾脏仍会排出稀薄的尿液，加速脱水。小提醒，我们要记住，除非医师有要求限水，不然对大多数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说，少量多次的饮水是维持肾功能最简单、最实用的秘诀。听完6大凶手，大家一定会问，宽宽医师，那我在家要怎么知道肾脏有没有在求救呢？别担心，我教大家3招，这可是我在门诊一定会教病人的保命术。第1招，体重是最好的水分计，家里一定要放一台体重计。我常跟病人说，1天之内不可能真的长肉1公斤，也不可能瘦了1公斤。如果你1天内体重掉了1到2公斤，而且嘴巴干到不行，皮肤捏起来没有弹性，那就是脱水警报，要赶快喝水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体重突然暴增，而且脚踝按下去会凹一个洞不回弹，那就是水排不掉、水肿的表现。体重剧烈起伏是肾脏发出的第1封警报信。第2招，观察尿液的讯号。每天冲马桶前，顺手回头看一眼尿液，颜色像是浓茶或可乐色，代表尿液浓缩，甚至可能有横纹肌溶解的风险。尿量，整天上厕所的次数变少，或者每次只出一点点尿，这就是肾脏在减产。泡泡不一定是蛋白尿，但如果泡泡久久不散，又伴随其他症状，例如尿量减少或水肿，就要特别小心，建议就医检查蛋白尿。第3招，生病时的药物暂停法 （Sick Day Rules）， 这点非常重要，建议大家可以拿手机拍起来。如果你正在服用降血压药，药名后面是XXXPRIL 或XXXSATADIR 利尿剂。第3，排糖尿，也就是 SGLT2 抑制剂，药名后面是XXXGliflozin。当你遇到严重呕吐、
狂拉肚子、高烧不退、吃不下东西时，这些药物可能会从护肾变成伤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身体已经严重脱水，肾脏承受不了额外的压力。这时候，请立即联络主治医师，询问是否需要暂停服药2到3天，等身体补足水分，能正常吃东西，再恢复使用药物。这个小动作往往就是洗肾与不洗肾的分水岭。最后，每次在门诊看到病人从急性肾损伤中恢复，不用进入洗肾阶段，我都感到特别的欣慰。急性肾损伤虽然很可怕，但它最大的意义是，只要我们能够抓住黄金时间，它是可以逆转的。只要平常做到我常说的3件事：多喝水、多运动、避免不当用药，再加上关键时刻保持警觉，你的肾脏工厂就能够运作得更长久。不要让一时的疏忽，让原本能修好的机器报废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